乌军无人机袭击俄本土多处地区，乌军12个旅集结库尔斯克，朝鲜兵战术毫无变化。乌军集结3万人反攻红军村。乌克兰第412复仇女神团伏击并摧毁俄 2S-19 榴弹炮。乌俄和谈却将乌克兰与欧洲排除在外，结果会如何？美国考虑退出北约，将欧洲的防御任务还给欧洲人。俄罗斯军改持续，或许会在5年后进攻北约。俄罗斯新建的16个旅和14个师，装甲战车将严重不足。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乌军要小心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开始遇袭。2月14日，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一架俄方无人机袭击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的防护体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国际原子能机构也证实了这件事。当天凌晨，该机构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团队听到爆炸声，新安全分隔设施内出现火情。幸运的是，防护掩体虽然受损严重，但辐射并没有增加。乌克兰国家紧急服务部门通报称，辐射剂量为每小时 0.57 微西弗，没有超过允许值。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位于基辅以北100公里。1986年4月26日，核电站4号反应堆发生爆炸。为防止进一步核泄漏，苏联政府使用水泥浇筑成石棺，封存4号反应堆。2016年年底，乌克兰又在石棺之上加装了新的金属防护罩，以彻底解决核事故遗留问题。这次的无人机袭击导致新添加的防护罩受损，原本的石棺大概没有损伤。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周围辐射水平应该不会增长。针对这次袭击，泽连斯基声称是俄方所为，俄军无人机携带爆破弹攻击核电站。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声称，根据残骸来看，这架无人机是 J1IN2， 也就是见证者136无人机的俄罗斯名称。在乌俄战争期间，俄罗斯一直使用该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基础设施。不过在2月14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军没有袭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具体是谁做的，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判断。接下来一段时间，乌克兰要小心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是世界上最严重的核事故，也是首例第7级的特大事故，所释放出的辐射剂量是2战小男孩原子弹爆炸的400倍以上。在苏联处理期间，大部分地区都受到了核污染，有840万人受到辐射，并且到目前为止，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一直都没有熄灭，其中的核材料更是在内部不断释放能量。可以说，现在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就是一个巨大的炸弹，对其进行打击，或许会引发一场不亚于核弹的危害。其爆炸释放的大量放射性物质，包括铯137、铯90、碘131等，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控制，可能会进一步扩散到更多的国家和地区，造成大规模的环境污染。欧洲与乌克兰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乌克兰。切尔诺贝利距离基辅只有100公里，乌克兰只能减缓战场投入，优先处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这或许就是俄罗斯所期望的。乌军对俄罗斯本土的袭击越发频繁。2月13日，乌军情报局宣布，乌军无人机摧毁了位于莫斯科州多尔戈普鲁德尼地区的2个瓦尔代系统。巧的是，瓦尔代属于俄罗斯新研发的反无人机系统，这次却被无人机摧毁。利佩茨克州州长尼格尔·阿尔塔莫诺夫于2月13日宣布，乌军无人机瞄准了新利佩茨克冶金厂，该厂生产俄罗斯大约 20% 的钢铁。也正是因为重要性，这不是乌军第一次袭击该厂了。同一天，来自乌克兰安全局的消息称，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特维尔州的安德烈亚波尔石油泵站，导致该地区的一个仓库附近发生火灾，迫使该设施暂停石油开采。它需要向波罗的海乌斯季卢加码头供应石油，前置1天就会给俄罗斯带来数千万美元的损失。该站已经2周内第2次遇袭，在1月29日，乌军无人机就袭击了安德烈亚波尔石油泵站。战场方向，乌军在库尔斯克与红军村大规模集结部队，准备新的攻势。库尔斯克方向，乌军第82空降突击旅部队的数十名步兵与多辆装甲车，在库尔斯克突出部的东翼发起反攻，并成功夺回小洛克尼亚西部的防御阵地。苏甲方向，乌军集结了12个旅，大约45000人，时刻准备进一步的反攻。乌军之前的大规模反攻已经迫使俄军前线指挥部推迟了在该地区发起进攻的计划。之前种种迹象表明，俄军指挥部正计划在该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空地协同进攻行动，以夺取苏甲，却被乌军一波反攻打乱了阵脚。至于库尔斯克地区的朝鲜士兵，火力军只能说还是老样子。乌军第95空中突击旅排长斯坦尼斯拉夫·克拉斯诺夫谈及朝鲜士兵战术时表示，
他们稍微改变了策略，开始以更小的团队行动。这些朝鲜士兵之前作战时最多50人一组，现在变成了15至20人。战术是一样的，像蟑螂一样不断接近我们的位置，试图突破。只是战术一样，也就意味着什么都没有改变，依旧要面临巨大的损失。红军村地区一场大战已经悄然打响，乌军集结8个旅，大约3万人的兵力，在红军村南部发起了反攻，并取得了一定的战绩。在红军村东部，乌军第1坦克旅也攻进了沃迪亚内德鲁赫郊区。俄军在红军村地区的进攻，就是拿装备与人员换土地，但这样做的代价就是乌军随时都有机会发起反攻。乌军新任顿巴斯战区司令德拉帕蒂也评价，单纯死守不是出路，我们必须在防守中寻找反击的机会，在战术中掌握主动。按照基辅的计划，乌军在红军村以南实施了反攻，火力侦察、突袭、攻击和反击的次数保持在每天12次左右。为此，乌军已经部署了7个旅，加上第2梯队的国民禁卫军部队，大约3万余人。目的就是击溃俄军在红军村南部的突击群，阻止俄军攻势，并收复舍甫琴科，夺回地筐。相比之下，俄军在红军村部署了10个旅，兵力与乌军相当，其中大部分都在红军村以南。双方在这一地区的兵力密度相当高，每平方公里战线中，双方有4个连队的装备和人员交集。在兵力密集和均等的态势下，反攻的进度不会很快。为此，乌军在火力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从军事部署的具体安排来看，乌军在红军村集结的部队包括重型火力打击单位、机械化部队以及特种作战分队等多个兵种。在火力方面，乌军部署了2个师的海马斯，每个摩托化步兵旅中还有1个自行火炮和火箭炮独立营，无人机更是标配，每个旅都接收了超过3000架无人机，几乎是人手1架。还有特种作战力量，可以在前沿地带建立多个观察哨所，并负责侦察和特种渗透任务。可以预测的是，红军村之后的战事将更加激烈。扎波罗热方向，俄军在罗伯基涅附近发起了进攻，但毫无进展。乌克兰第412复仇女神团在该地区精准消除了俄军价值560万美元的 2S-19榴弹炮。在此之前，该部队还在扎波罗热地区袭击了俄罗斯最现代化的中程防空导弹山猫局 BOK-M3 防空系统。克里米亚方向，阿泰什游击队报告称，俄军在巴拉克拉瓦湾设置了一道海上屏障，以阻挡无人艇的袭击。不过，事实证明，尽管采用了多种措施，俄罗斯在巴拉克拉瓦湾的防御仍然存在弱点。按照阿泰什游击队的说法，乌克兰国防军将很快摧毁占领者的所有装备。战场之外，乌俄和谈也有新消息，特朗普终究还是选择了背刺乌克兰。美国、乌克兰与俄罗斯的高管将于下周在沙特进行和平谈判，讨论结束乌俄战争的办法。2月12日，特朗普与普京进行了 1.5 小时的通话，这是乌俄战争爆发以来，美国与俄罗斯首次进行最高级别的通话。内容包括乌克兰、中东、能源等各种话题，还谈到了美俄优势以及合作能带来的好处。关于乌俄问题，普京与特朗普都同意恢复乌俄谈判，并在乌俄战争结束后紧密合作。特朗普结束与普京通话后，也与泽连斯基进行了1小时的通话，通知泽连斯基进行和谈。对于乌克兰而言，这不是一个好消息。目前，俄罗斯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已经表示，普京同意通过谈判解决乌俄问题，并开始组建谈判小组，还邀请特朗普访问莫斯科。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在此之前，普京曾表示拒绝一切妥协式的和谈，说白了就是按照俄罗斯的要求，乌俄才能和谈。现在表态同意谈判，也就证明对于俄罗斯而言，这次和谈是存在优势的。而按照美国国防部部长赫格塞斯的说法，乌克兰不会加入北约，也不会成为和平计划的一部分。恢复到2014年的边界也是不太现实的。如果未来向乌克兰派遣维和部队，美国也不会向乌克兰部署军队。赫格塞斯的表态实际上就是特朗普的想法，让乌克兰割地。按照特朗普之前的说法，虽然乌克兰有机会在和谈中收回部分土地，但不可能收回所有领土。与此同时，特朗普拒绝称乌克兰是和平谈判的平等参与者，这也就意味着，虽然乌克兰官员会参加下周的和谈，但是并没有话语权。至于欧盟这边，压根儿就没有收到关于谈判的消息。美俄很可能会绕过乌克兰与欧洲达成和平谈判。对此，泽连斯基明确表示，如果美国和俄罗斯在没有乌克兰参与的情况下就通过谈判解决战争，那么乌克兰不会接受，并且欧盟也应该成为乌俄谈判进程的一方。美俄和谈的消息爆出来之后，英国、法国和德国在内的欧洲多国外交部长以及欧盟委员会进行了紧急会议，并在联合声明中强调，乌克兰和欧洲必须成为任何谈判的一部分，并要继续向基辅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障。在2月12日，英国首次主持的拉姆施泰因会议上，欧洲国家还公布了一系列队伍军援，
英国承诺 1.5 亿英镑的军事支持，并确定在2025年向乌克兰额外提供45亿英镑的援助，其中50多辆装甲战车，包括现代化的 T72，会在2025年春季结束前交付。德国则是承诺援乌100枚 RIS-T 防空导弹以及6000架配备人工智能的无人机。挪威加入乌克兰无人机联盟，并拨款 1.06 亿美元向美国购买防空系统援乌。目前没有报道将购买什么，但鉴于挪威以 NASAMS 形式对乌克兰防空系统的支持，或许 AM120、AM9 导弹与 MPQ-64 哨兵雷达。此外，挪威还透露了建立和装备乌克兰北方旅的计划。接下来，北欧国家将各自装备和训练一个乌克兰营。就像火力军之前说的那样，欧洲可以挺住援乌的压力。至于这次和谈结果如何，谁也说不准。但可以确定的是，这次和谈内容对俄罗斯有利。如果美俄绕过乌克兰和欧洲达成一致，那么乌克兰不会认，战争还是要继续。顺带一提，特朗普还希望俄罗斯重返七国集团，称将其排除在外是一个错误。赫格塞斯还表示，美国还考虑退出北约，将战略放在太平洋地区。2025年2月12日，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赫格塞斯在会议上表示，自二战以来，美国一直都是欧洲安全架构的关键参与者，现在正在退后一步，将这一责任留给欧洲人。按照赫格塞斯的说法，严峻的战略现实使得美国无法主要关注欧洲安全，目前最优先考虑的是太平洋地区。不过，美国仍然致力于北约与欧洲的防务伙伴关系，但不再容忍鼓励依赖的不平衡关系。为了确保这种伙伴关系持续下去，欧洲的北约成员国需要将其国防开支增加到 GDP 的 5%， 掌握欧洲大陆的常规安全。将赫格塞斯的说法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欧洲的安全要交给欧洲人负责。如果北约成员国的国防开支一直太低，无法保证自己的安全，那美国就要考虑是否继续拿欧洲当伙伴了，也就是退出北约。但问题在于，现在大多数北约成员国的国防开支都大约占 GDP 的 2%， 有些甚至还不到 2%。这不仅仅是小国的问题，意大利与西班牙也是如此。对于这些国家，直接将国防开支增加到 GDP 的 5%， 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过就特朗普之前表态来看，达到 GDP 的 3%， 美国就不会再提出退出北约的事。当然，如果欧洲的北约成员国一直保持现状，国防开支仅为 GDP 的 3%， 甚至是低于 2%， 美国真的会考虑北约。毕竟特朗普退群的次数太多了，刚一上任就退出了巴黎协定、世卫组织以及联合国人权组织。假如美国退群，英法德或许会成为新的北约核心，北约形成一个纯欧洲型的军事组织。英法属于核大国，还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德国虽然没有核弹，但经济与军事实力也很强，足以应对俄罗斯的进攻。有消息称，俄罗斯或许会在5年之后进攻北约。泽连斯基援引乌克兰情报部门的报道称，俄罗斯正在继续组建新的师。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俄罗斯当前的计划是建立2个完全不同的部队，包括16个新旅和14个新师。爱沙尼亚对外情报局评估称，俄罗斯建立新军不仅是为了应对乌俄战争，也是为未来可能与北约的战争做准备。在2月12日，爱沙尼亚对外情报局声称，俄罗斯重整军备的速度取决于乌俄战争的持续时间和结果。如果战争以有利于俄罗斯的条件停止或冻结乌俄战争，将使俄罗斯能够在边境线上驻扎更多的部队，这点与战争研究所的看法一致。如果乌俄战争持续下去，那么俄罗斯很难继续为其部队提供足够的物资。目前俄罗斯军事指挥部正在平衡新编队与前线作战之间的装甲战车。根据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估计，在整个2024年，俄罗斯损失了1400辆坦克与3700辆步战车。而根据乌克兰的数据，乌军在2024年摧毁了3000多辆俄罗斯坦克与接近9000辆装甲车。很明显，即使俄罗斯持续翻新苏联时代的老坦克，也无法弥补战场损失，只能调整在乌俄战场上的作战战术，从而避免装甲战车的进一步削减。但这种方式属于治标不治本。从长远看，如果乌俄战争没能和谈，俄罗斯将很难为那些新组建的部队提供足够多的物资。战力如何，大家可想而知。据防卫博客报道，俄罗斯近日公开了 BM-21冰雹多管火箭炮的升级版，显示其增强了装甲防护，并加装了反无人机装置，例如防护网与电子战系统，同时还延长了这些老旧装备的使用寿命。目前，这些升级版的冰雹火箭炮已部署至北方舰队。据悉，俄罗斯之所以升级这些老旧装备，一方面是因为现有装备库存不足，只能选择延长这些过时装备的使用寿命，来维持当前的战场火力；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乌军无人机的威胁越来越大，俄军只能以这种方式来降低新式武器的损失。例如，据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表示，今年1月，乌军无人机对俄军所造成的破坏占俄军总损失的66%，与去年12月相比，攻击目标总数增加了7%，其中近一半的攻击通过 FPV 无人机实施。瑟尔斯基还着重强调了乌军第3突击旅、第46空中机动旅和第80空降突击旅在这些行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根据媒体报道，2月11日至20日，美国、意大利、丹麦、瑞士和斯洛文尼亚这5个国家的陆军部队将在德国南部格拉芬沃尔演习场参与美国陆军欧非司令部第7军团训练指挥部主办的国际坦克挑战赛，其中美军派出了最新锐的 M1A2 SEP V3 主战坦克参赛。意大利、丹麦与瑞士分别以公羊主战坦克、豹2 A6 坦克以及豹2 A4 坦克参赛，而斯洛文尼亚则出动了 M84 型坦克，该坦克为俄罗斯 T72 坦克的现代化改良版。各国坦克在模拟实战环境下进行了越野机动、定点与行进间实弹射击、车辆装备维保、弹药补给以及自卫战斗等训练项目，验证了车组员的体能、团队合作与战绩。需要注意的是，第7军团训练指挥部还曾在2016至2018年举行过欧洲战车挑战赛，而本次的坦克竞赛可以说是其延伸扩大版，未来还将邀请更多国家的陆军共同参与，以积累更多经验与提升联战能力。根据日本防卫省以及美国星条旗报综合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于2月1日在冲绳本岛东南方505公里处检测到一艘俄军电子侦察舰，名为卡累利阿号。该舰沿着冲绳县北上一路航行至九州东侧海域，随后转向西南，通过九州南方的大隅海峡，直到2月9日才离开日本自卫队的掌握范围。在此期间，日本海上自卫队派出A5卫级护卫舰川内号以及 P1、P3C 反潜机对该舰的行动进行了严密监控。此外，卡累利阿号还于去年11月中旬穿越日韩之间的对马海峡，随后在日本自卫队掌握范围外活动，直至本月初再度现踪。虽然这艘俄罗斯军舰并未正式进入日本领海，但其距离岸边已不足24海里，再加上长期滞留，已对日本造成威胁。需要注意的是，这已经是俄罗斯在数个月以来多次在日本周遭开展军事行动。例如，去年9月，俄军侦察机进入日本领空，迫使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机向其发射热盐弹示警；又或是11月，一艘核潜艇通过北海道北方的宗谷海峡。据欧洲国防工业网站报道，爱沙尼亚米尔雷姆机器人公司推出了最新的8×8版本无人战斗载具，代号为 HAVOC， 将于2月17日至21日在阿联酋举办的阿布扎比房展上正式公开。报道指出 ，HAVOC 结合尖端技术与实用设计，并延续该公司其他 UGV 在台设计理念，具备灵活的机动性与高速性能，采用油电混合动力系统，噪音低、航程远，且可在城镇战与复杂高海拔地形等不同环境中执行任务。而且其还采用模块化设计，可根据用户需求整合各式遥控武器站与大口径武器，确保战场上的杀伤力。此外，其开发、采购和维护成本低廉，可提升部署弹性与后勤作业便利性。据自由时报报道，美国空军2架 B-52H 战略轰炸机于2月11日抵达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启动第25-2轰炸机特遣队的部署。在此之前，数架民用包机率先抵达费尔福德基地，以卸下所需的物资和地面设备。据悉，这2架 B-52轰炸机的生产序号分别为60-0007、60-0023。在2月11日当天，还与芬兰空军的 FA-18C 战机、瑞典的 GS-39 战机、法国的阵风战机以及法国的 A330 MRTT 加油机一同编队训练，展现高度互通能力。预计在未来数天，可能将会有更多国家的飞机加入 B-52H 的空中编队行列，而 B-52轰炸机特遣队也将进行多趟长途飞行任务，可能会深入欧洲，甚至是深入中东和非洲。
此外，据航空信息网站报道，一架美军飞机于2月13日晚抵达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在当前局势下，这一状况引发广泛关注。根据网站行程显示，这架军用机型号为 C-37B， 隶属美国空军。2月13日凌晨，该机从美国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起飞，随后经停荷兰鹿特丹后，于当日13日晚抵达莫斯科弗诺科沃国际机场。另据美国空军官网介绍 ，C-37AB 型机属于美国空军特种空运任务专机，主要职责是接送美国外交代表团、国防部高层出访等。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认为这期的乌俄和谈会是什么结果？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